今天要施工的场地是我1楼后面的房间，因为这个房间长期没在使用，所以有壁癌的话也没有很积极去处理，水泥有块状的剥落。那这一次我们就来处理它吧。我这个壁癌的个案呢，它是属于窗户框边的一个漏水现象。那窗户框边的话，通常就是比较容易会有裂缝。裂缝我们里面看得到，但是从外面贴瓷砖的面就是看不出来有裂缝。框边，窗户的框边都有一个渗水的现象。基本上呢，壁癌不外乎就是第一个原因，水从哪里来？我们先去解决它。水是从裂缝来。那水是从外墙来吗？里面没有水的话，那水一定是从外面来。那所以我们就是先从外墙去处理、去解决。那所以我现在里面先稍微把它清扫一下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壁癌，壁癌它的墙面怎么样做处理？那我本来是想说先买这种钢刷，然后装打泡机、抛光机、线打，然后直接去做一个抛光的动作。可是呢，我的线打它的回转部没有一个护盖，装这种钢刷上去，旋转开来，这个钢刷会直接撑开，然后如果去划到手的话，可能会喷血。另外一种，它是不织布的材质，那相对的比较硬，那可以直接研磨油漆。我墙面的面积应该有2坪吧，那所以我这个买了7片，那实际上我只用了第2片而已。我们就先准备一个线打不织布的研磨材，这个不要，太危险了。兔的手套、Surface 360 GoPro 红白机，这些都不用。在我们开工之前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先从铁刷的好了，铁刷的其实是最危险的。感觉超级陡，太危险了，把它换成不织布的。好了，哦，瞬间烟雾弥漫。刚刚针对一些裂缝的地方研磨过了，这边都有，也很延伸下来的地方，要尽量把它磨开。那到时候P800才吃得下去。连这个都有裂缝，哦，我们也都把气刨出了，裂痕。我接下来的动作呢，就是会从窗户框的边缘下去着手，先把它这个刮掉。你可以看到啊，刮掉之后，其实这个就是有缝隙。你看这个漆孔，它只要有裂化跟剥落，水就有可能会渗进去。好，你可以很清楚看到说，其实我们这个边框的瓷砖啊，它的填缝都没有做得很好，上面是没有填缝的，真的上面没有。所以其实雨水要从这个地方喷溅进来也比较不容易了。所以你看我上部基本上没什么壁癌，除了这个角落这边，可能从角落这边渗漏进来。这个漏水的地方应该是从室外机的那个孔洞漏进来的，然后再沿着它的裂痕变成壁癌这样子。然后侧边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们先从窗户框下去做处理。你有看我刮木门的影片，你就知道我很会用美工刀。这瓷孔啊，就是占着漏与不漏很重要的角色。你若膏料不好的话，你内底就是准备着去拼啊嘛。如何刮除矽利康？你看啊，这个建商真的很糟糕。那里面填缝的地方全部都是用矽利康，你至少要用水泥稍微把它填满一点，然后再用矽利康补墙。这刨刀还真不错用。孔底下几乎就是空的，这水刚好而已。我们第一道先涂逆转渗，它这个是可以渗透进去缝隙里面，然后做一个防水的动作。详细的功能去原厂看一下。我上次做的实验，我觉得它不错，
它至少可以渗透进去水泥里面，大概有1公分的一个深度。这么大一罐涂这个面积，还有4个边框，是还蛮够用的。我们开始吧。所有外面4边的框啊，包含里面这些漏水的部分，我都涂得很厚。这关系就是1公斤的容量，我是打算把它全部涂完，所以我缝隙的部分我是涂得比较厚，希望它可以渗透的深入一点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次的雨季对我这边有什么影响。现在目前是批完土了，批完土的裂痕没有再渗漏的现象，可是呢，你可以看得到这边底下竟然有产生壁癌，你看到它整个结晶。白毛现象看得出来吗？还是跑出来，好，还蛮神奇的。这边本来已经批完土了，但是它又从批土里面渗漏出来，这个就是白毛的一个结晶现象，感觉像棉花糖一样。你看这整个爆开来，这边也都是，哦。所以外面的底层这边相对高度的话，这边是属于土壤里面，所以这不好处理。底下是马达，是不是漏水造成里面这边潮湿？我们看一下前天刮完的墙壁，现在其实还是有一点白毛的现象。那我们架个摄影机来观察一下它一整夜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。今天的外面还是在下大雨，我们开始咯。好了，壁癌的部分我们前后总共拍了5天，那包含宕机、灯光、没有电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左边其实还是有一点，这边，所以我们防水漆外墙的部分还是要重新做处理。这5天里面，大概是3天是下雨，2天是好天气。今天终于有时间来处理后面的漏水。我们会先把这个底下的土全挖开，然后再上防水漆。这底下应该是主要的漏水源，里面漏水的相对位置大概是从这个高度往下渗漏。看一下推测应该会挖很久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矽利康涂起来好了。然后这是我们矽利康，没有多做挑选，讲简单一点就是比较贵的来买。建筑用耐震不收缩。上次看这边有漏水，这次出来外面看的时候，发现这边有长期滴水的状况，造成一个小水洼。那往上看的话呢，发现这个接头，没有接好。然后这边的土保持那个含水量超高的状况之下，所以它比较容易渗透进去里面。所以我们先来处理这边。好吧，我得承认我涂的真的是超级烂，丑死了。是没办法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把它涂满。个人是觉得60分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挖洞喽。好了。我们挖到多深了？看一下，应该有30公分的深度。今天我们主要是要把土再挖得更过去一点，把这边整个都挖开，然后把这些墙壁的土啊全部清干净之后上漆。这几天陆陆续续都有下雨，所以没办法施工。那么今天看能不能多做一点。那关于马达漏水的部分我们那一天是上面漏水，然后在挖土的时候又发现下面有在滴水，所以推测的话应该是我马达本身没有固定，造成它运作的时候震动，然后这个就松掉。所以我等一下会把这边固定起来，钻2颗螺丝把它固定起来，它就不会摇晃了。钻好了，一个从上面钻，然后另外一个从下面钻上。因为螺丝孔位跟我旧的底座不是很契合，至少有2颗啊，2颗才不会晃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挖这边，还有那个角落。建议植物的话，不要种的离房子太近，比较容易把茎钻进去房子里面。我们先把墙面做一个简单的清洁。我
我们已经都把它刷洗干净了，然后就可以准备上漆了。好了，涂完了啊，总共涂了2层，到此为止吧。我不想再涂了，依然没有效。OK， 我们今天会用2种模式，一种就是把它灌满，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整个用高水压下去喷，看会不会有那个穿透渗透的那个问题。那前提之下，我先把那个加马达关掉，以免触电。好了，水已经满出来了。那我待会会关小水，让它维持在一个最高的水面上面，维持一段时间，然后看一下里面的变化。目前是还没有看到有渗水的状况，所以我们再让它维持一段时间。OK， 先这样咯。我们看结果。好了，我们架设好摄影机了。好了，各位。我们今天要来收尾，我今天要用的就是这个507 壁癌宝，它是 P 图，然后它是粉状的，听说它的凝固时间还蛮快的。上次我操作起来的话，其实蛮容易干的。那这一次我买比较好的刮刀，还有这个。P 完图了。我真的 P 得很糟糕，那不得不说哦，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好操作。或许是我不熟悉，我不会。它干的速度还蛮快的。那如果它已经慢慢硬化的时候，你要加一点水，让它再软掉一点。然后太软的话，涂上去，会觉得水水的，不好施工。那太硬的话，又有可能造成它不够黏，会有毛细孔。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乱刷一通啊，不太会操作这种东西，涂的超烂的。你看。老皮啊，那我等一下可能用刮刀把它刮一刮，然后用砂纸稍微磨一下，然后我就要上漆了。啊，我们要上漆了，整个平面还是凹凸不平啊，但是自己的家里没关系，不管了，就先这样子吧。然后我涂的是环保的净味水泥漆，就是没有味道的。好了，我们来做个总结。简单来说，壁癌就是老一辈在说的水泥里面有盐分，而有一派说只有砖墙才会发生，这个就留给大家去讨论吧。我个人认为啊，砖墙与 RC 本身的渗透力就完全不一样，所以，聊到哪里啦？这次流程中有失败的案例，请大家不要跟我傻傻的一样偷懒，该挖的还是要挖。而材料方面的使用感想呢，第一的话就是防水渗透材，切记它永远只是一个助攻的角色，千万别直接推它出去面对雨水。那第二的话是壁癌宝的 P 图，如果你漏水源还没有找到的话，你 P 什么宝都没有用。第三的话就是油性的瓷砖透明防水漆，那切记外墙的话就是要挑选油性就对了。那第四的话就是水性的水泥漆，漆就是擦室内的，所以挑选喜欢的颜色就可以了。总而言之呢，人家说3分材料7分工，好的师傅会带你上天堂，而烂的师傅只会让你测到爽。看完这一部影片之后，该怎么跟防水师傅谈，我想你们应该有个底了。